抑郁症它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说严重了会有轻生的念头，而是普通人根本就察觉不到自己到底是抑郁情绪还是抑郁症，因为这两个名字虽然听起来差不多，但却有着天壤之别。抑郁情绪就像我们常说的 emo 了，那不管是因为不想去工作，还是不想出门，自暴自弃什么的，这些都是精神和心理的小问题，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只是单纯的因为心情不好，吃点东西或者出去玩一玩，自己就能调节过来。那如果这个情绪没有得到很好的调节，最少在15天之内就有可能发展成抑郁症。也就是说，2周之内情绪不高或者心情不好，就是简单的抑郁情绪。那如果这个过程超过了2周，还是感觉不快乐，并且出现失眠、乏力、注意力下降、兴趣缺失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已经发展成了轻度抑郁症。那现在拿出一张你小时候的照片，想一想看，那个时候的你是不是一直被父母当成宝贝一样去呵护？所以在眼神里根本看不到对未来的焦虑，也没有对世界和社会的恐惧。那反过来再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因为跟社会接触的变多了，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不公，那每一次都在困惑里挣扎，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和焦虑。这其中有包括在学校或者工作里带来的压力。那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身上总是有很多甩不掉的责任，那这些压力可能就是现代人的宿命，但也是这些压力在很多人的心里造成了不可治愈的创伤，让这些伤口在不断累积的过程里，开始带着我们走向抑郁的深渊，并且失去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所以一说到抑郁症，基本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但这又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心理疾病。大家好，今天聊人为什么会抑郁。那其实抑郁症就是长期的情绪低落。那这里说的情绪它不光是心情不好这么简单，而是一种影响生活精神的疾病，也可以叫做心理障碍。所以抑郁症被称为是世界上第4大疾病。那虽然还没有到前3名但很有可能在几年之后就会升级成为第2大疾病。而现在世界上公认患有抑郁比例最高的地方，就是北欧一个叫冰岛的国家。那虽然这个小国家只有40万人，但全民都非常的有钱，生活的节奏也非常的慢。那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说，生活节奏慢再加上有钱，那是不是应该过得很开心，没有任何的烦恼，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对吧？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有钱不等于快乐，不等于不会出现心理问题。那咱们就说冰岛平均每100个人就有14个人在使用抗抑郁的药，14%的比例在全球来说都是最高的。那尤其是15到30岁的女性患抑郁症的风险更是高达20%。那当然，这跟女性的生理和内分泌也都有关系因为她们比男人更容易得抑郁症。那尤其是怀孕期间和产后的女性，一定要多一点照顾、包容和理解。那如果你现在也不幸的患上了抑郁症，它带来的痛苦不单是心理层面上的，这其中还包括身体上的。要记住抑郁症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每一天的情绪都会特别的低落，对生活中的任何事儿都没有兴趣。比如你吃个小蛋糕，玩一局游戏或者看个电影，都会觉得很快乐很满足，对吧？但抑郁症患者对这些都提不起精神，甚至可以说大脑也基本不会再分泌多巴胺了。那这个时候的你在亲人或者朋友眼里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因为想被人理解，想找人倾诉，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那很多时候会被一种强烈的悲伤给击中，无缘无故呢就会哭个不停。那之后会被一种独特的虚无感给包围住，整个世界就像没有了颜色一样。也就是说一切的一切对你都没有吸引力了，包括认知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注意力和思考能力也会变得迟缓，在身体上还会出现失眠或者嗜睡的问题。不同的人食欲也会出现变化，那有的人可能是不受控制了，开始大吃，一下就变得很胖；有的人可能是没有任何食欲，突然就变得很瘦，甚至就算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是会觉得身体很累。所以抑郁症它不代表软弱，也不是因为心眼小或者意志不坚定，它就像感冒跟发烧一样，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疾病，就这么慢慢蚕食着对生活的希望和快乐，甚至到了严重的时候，可能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会有轻生自杀的念头，觉得只要结束了生命就可以逃离痛苦，重启人生。那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只有人类需要承受这种心理上的痛苦？那其实答案也挺简单的
因为人类在感知系统中有一个理论叫善胺假说，他认为调节情绪的神经递质，比如血清素、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这些物质的数量平衡一旦出现了紊乱，就会导致精神崩溃。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抗抑郁药里最常用的一类就是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那它主要是通过提升脑内的血清素水平，起到稳定情绪、缓解抑郁的效果。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抑郁症可能是一种脑功能障碍，但是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虽然吃了药之后，大脑的血清素水平会快速的上升，但抑郁的情况还是需要等待1周左右的时间才能被完全的改善。所以从时间上来看就让很多人不理解。那正常来说，血清素提升了，抑郁就应该会被马上的缓解，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抑郁症患者的血清素水平并不是所有都特别低的，那其中有一些是正常或者偏高的，这就让血清素类型的抗抑郁药它的治疗效果并不是非常的好，也就代表说善胺假说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假说。所以引发抑郁症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那这个时候就又出现了一个神经炎症假说，它大概的意思是，抑郁症主要是跟人体和大脑的炎症反应有关系，而引起炎症的原因就包括心理压力、病原体感染、童年时期的逆境、肥胖或者吃了太多的垃圾食品。这是因为在研究的时候发现重度抑郁症的患者，他体内的炎症水平一般都非常的高。那问题又来了，炎症是身体上的反应，那为什么会出现心理障碍的抑郁症呢？那据说这可能跟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有关系。你看，早期的人类大部分时间都是靠着狩猎和采集维持生存，在大自然的环境里基本都是一些寄生虫、病毒什么的，那这种不确定性对生存就是个大问题。而人体的炎症反应正好是对抗这些病原体的重要机制。那比如我们的祖先感染了病原体，身体产生了炎症反应，那祖先就会进入到抑郁情绪低落的状态里。那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不想出门，也不想聊天，那身边的人可能就会觉得祖先是对生活失去了动力。但如果从进化的角度去看，其实少接触外面都是细菌跟寄生虫的环境，是为了降低再次感染的风险，减少身体的活动，才能让更多的体力变成免疫力，避免在虚弱的时候出门遇见危险。也就是说，抑郁症的状态可能是人类在进化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或者叫做防御模式，帮助我们的祖先远离危险，提高生存的概率。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病原体在药物的面前基本上就不算是什么大问题了，而对我们身体伤害最大的就是职场和社会的各种压力，这些枷锁开始不断的激活炎症和抑郁开关，让有些人在没有被感染的情况下也走不出抑郁的情绪。那包括性别的不同，神经炎症假说还认为女性患抑郁症的风险高于男性，尤其是生育年龄阶段的女性，抑郁症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倍。而且女性她对炎症反应引起的情绪变化也更加的敏感。那有种说法是女性在怀孕的期间会在抑郁的状态下不出门不社交，这个是为了降低感染的风险，保护好肚子里的胎儿。那所以产后抑郁也是女性才会出现的心理特征。那这里还有一个好玩的说法，产后抑郁会让母亲成为整个族群的关注点，所以会让大家集中力量去抚养新的生命。那可能这也是一种生存策略。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抑郁就不光是疾病了，还有可能是人类在演化的过程里发展出的复杂社会和生理机制的一部分。那最后，现在有很多打着治疗抑郁的谎言，比如秘方、健康饮食什么的。那如果你身边也有抑郁症的患者，请告诉他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没有科学验证的消息，要勇敢地走出来接受改变。虽然未来不一定是光明的，但肯定也不会再是黑暗的了。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这期可能讲的不是很全面那如果想听全面的，请留言告诉我，我会做一期抑郁症患者详细的心理变化和因为什么有些人会得抑郁，从童年开始分析。